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接着这个单元要跟大家谈的是产后情绪障碍的分类与筛检。那前面我们对产后忧郁已经讲得蛮多的，那可是到底产后忧郁是不是所有人都是这样子呢？那这一部分我们也要做进一步的一个厘清。那一般来讲，我们产后情绪障碍的分类大概就是有这3种。那第一个就是所谓的 postpartum blue， 就是产后情绪的低落，大家可以看到它的盛行率是有3到8成左右，那你就可以看到哇，其实是很普遍的。好，那它大概常常都是出现在产后的3到4天内。好，那这时候大概很容易的就是它这种情绪低落的情形，其实大部分会自然消失。那它会出现的症状有些什么呢？就是焦虑啊，或者是心情低落啊，脾气比较暴躁一点啊，觉得很疲惫啊，或者是很容易流泪、失眠，或者头痛，或者做噩梦等等。好，那这种情形的话，我们在处理上基本上它是属于一种暂时性的症状，那通常不需要特别的治疗，但是需要我们更多的心理支持、关心。那其实这样子的话，伴侣、家人都必须要了解，然后能够提供适当的知道它是怎么一回事，而不要说啊你不要想太多啊，你不要这样子等等。其实这样子是没有办法有什么样的帮助的。好，那可是如果这些症状它持续超过2个礼拜以上，情况越来越明显、越严重，那可能就是需要进一步的去做医疗的那个了解了、诊断了哈。那第二个就是 postpartum depression 产后忧郁，那这个部分我们已经讲过了，通常会出现在产后6周内，有时候会持续好几个月。好，那症状的部分刚刚前面我们也已经提过，这里我们就跳过了。好，那最主要的它必须要进一步的要接受医疗的照护跟协助。好，那第3种最严重了，就是产后的精神病，这个部分的话case 发生率其实是不高的，那大概1/1000到2而已。那通常出现是在生产后的2周内，那也是可以持续好几个月。好，那这个大概就是会一般大家熟悉的精神科疾病的那样的症状，包括会出现幻听幻觉，甚至于就是会有伤害自己、伤害婴儿，很多的妄想、失眠，没有办法过正常的生活这样子。那像这样子的情形的时候，他就必须要接受住院，甚至于精神科这一个部分的医疗照护的。对于产后忧郁，我们怎么样来发现这样的个案？除了各位在临床里面用护理评估去注意那些因素症状，那还有一些工具其实是可以来帮忙我们的。好，那一般来讲可以去使用心情温度计来做一个初步的了解，那就是说过去1个月是不是有被情绪低落、忧郁或感觉未来没有希望所困扰，或者过去1个月是不是有对事物失去兴趣，或者是做事都没有愉悦的感觉。好，那如果这2题有其中的1题，那可能就是有忧郁的情形，那我们就可能要进一步的去做更多的关怀，也许要做心理的咨商，或者是专业人员的这个协助。好，那如果他有出现想要伤害自己的念头的时候，那就是必须要就医的，以免更大的悲剧的发生。好，那第2个就是大家也很熟悉，现在在产后机构的伙伴们都在做的使用的工具，就是爱丁堡忧郁量表。那目前其实这个工具已经叫做周产期忧郁的量表，不是只有产后了，它是可以用在产前的。好，那这个的话最主要的是指说在过去7天里面它的情况。好，那所以事实上它整个来讲也蛮容易使用，因为它只有10题。不过这里大概就是要跟大家提醒，各位在使用这个工具的时候，千万不要直接把这个工具，包括这个工具的表头，全部就这样子直接交给各位在机构里面的产妇。因为如果各位你想想，你拿到的一张工具上面是写着爱丁堡产后忧郁量表，那个案会不会有防卫的心理，他会不会很放心的来做填答呢？所以各位要去注意。第一个，也许你就可以把表头改到说这是产后情绪评估表，或者是产后心情评估单等等，类似这样子，
来给个案，不要去把那个整个这实体的量表去给个案。那另外就是说我们在计分，各位我在评鉴的时候也看到，大家就把计分就放在整个量表的下面，所以个案就会去发现，我有几分，我是怎么样子的危险，那这个也是会影响他作答的。好，那这个提醒大家注意。所以基本上这个工具做完的话，大概0到9分是属于9分以下都是正常的。那10到12分，可能我们就要特别去注意，那也许就可能有忧郁症的情形，在仔细的评估，也许可能就要做转介，或者是进一步的找精神专科的医师来协助。如果说在13分以上，一定要转介。好，那这我们了解了有这样的一个工具，那所以呢，情绪的低落要给予支持。好，那有忧郁的时候，也是需要我们进一步的评估去做协助。那正确的使用工具，才能够去有效的评估。